妈妈，给奶奶的礼物带了吗？带了，放心吧。那我就放心了。 有人在。哥哥，我被卡在车里了，我看不到爸爸妈妈。没事，他们也许只是暂时昏过去了。哥哥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？我好害怕。 来，把手给我。别怕，哥哥会一直陪着你的。 只因我前行。在这里有动物！怎么喝着喝着跑到这儿来了啊？ 何总啊，我确实不是你对手，我服了。服什么服呀？这才刚刚开始，咱们还得继续喝呢。这样，咱俩换个地方继续喝好不好？何总，别这样啊！换个地方，好不好？二位要换地方。二位需要代驾吗？服务员，服务员，什么情况啊？你们厂子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什么人都能进来，简直无可救药！误会，我就是进来借个洗手间，刚好看到两位喝多了，找不到回去的地方。服务生，这位先生也喝了不少，你扶这位先生，我扶这位女士，走。哦，几号包间来着 ？M02。哦，好嘞 ，M02，走走走，小心脚下啊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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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先生，我扶你回去吧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小姐姐，我跟你说 ，KTV 这种场合还是要注意安全的，少喝一点酒。这地方色狼很多的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有没有感觉不舒服啊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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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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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好。哎呀，一会儿让服务员给你送一杯热水来啊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一会儿有需要，记得打电话给我，或者在门口也能找到我。女司机比较方便，安全第一，你懂得啊。刚才谢谢你啊，客气了。哦，这里不让代驾进，怕扫了客人的兴。我先出去了，记得一会儿有事儿打电话给我啊！注意安全，少喝点哦。这些都少喝一点啊，注意安全。你谁呀？扶人扶得挺快，倒比我还熟啊！我之前在这里做过服务生，路线自然是比较熟的。先生，您的房间在那边。你不刚说你是代驾吗？怎么又变服务生了？之前是，现在是代驾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，赶紧消失，不要让我再看见你，听懂吗？是，马上消失，马上消失。啊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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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这边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何总，这女的你认识？不认识，小代驾帮着赚小命。啊，咱们喝酒了，确实需要代驾。没看您还亲自出来迎接我们俩。走吧，咱回去继续。好。哎呦呵，我的！你这是养鱼呢，不能这么喝酒，你这得罚呀，double。来，我把这杯喝了。何总，他都喝了这么多了，既然你这么爱喝酒，不如我陪你吧。川，你别闹了，不能喝。何总他一杯都喝不了，他喝一杯他就变身了。我没事。啊？这不是能喝酒吗？之前装什么高冷范儿啊？川，你要是不舒服就先回去。回去？这才几点啊？川，送你回家。不用，你必须回去。好吧，何总，那咱们下次再聚。来，我说没必要了，这是我的诚意。好，有机会再聚。几单了？2单，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单少得可怜，没办法。哎，你呢？怎么样？我1单没接呢。那你也是挺惨的，啊，挺不容易啊，一小姑娘跑出来做代驾。哎呀，慢点。我刚才怎么了？你刚才什么都没有。先生，需要代驾吗？需要。等，又是你，女司机。不行。女司机怎么了？女司机也是司机啊，我有驾照。先生，您不能性别歧视啊。是你就不行。我来。哎呀，好在那边呢。哎，好嘞。480的。哎，老板小心。480。哎，老板继续喝。您小心。我哥们儿也需要代驾，他在后边，他姓顾。好的，谢谢啊。慢点，何总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徐总。哎。您是顾先生吗？您需要代驾吧？这位小姐我认识，她有我的名片。你们是一起的吧？你没事儿？
我没事啊。不好意思啊，顾先生，我缓一下。下去透透气吧。顾先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晚上开车有个习惯，遇到大货车呢，我都会靠边停一下，让他先过。为什么？我的习惯应该跟女司机没什么关系，可能是跟车祸有关。啊，反正安全第一嘛。车祸？没什么了，一点心理障碍，但是绝对不会影响行车安全。对不起，顾先生，我一时紧张。至于什么紧张吗？车灯怎么灭了？啊，顾先生，我去检查一下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打不着火呀？打不着火了。顾先生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，我就是正常开车。不关你的事。但是这辆车是在我代驾时候坏的，我会负责任的。不用你负责。叫辆拖车过来吧。真没想到拖车还负责接送，辛苦啦，师傅。麻烦你啊，帮我把他送回家，嘉陵花园知道吧？你女朋友不跟你住一起吗？她不是我女朋友。不好意思，搞错了，交给我吧。拜拜，师傅，可以出发啦。你怎么样？是有一点想吐吗？啊，你等一下，来，这有袋子，吐袋子里。来，喝口酸奶吧，胃会舒服一点。来。
你包里怎么什么都有啊？专业嘛，还挺吉利。以后需要代驾，随时找我哦。名片我有了，有需要的话我会打给你的。好的。专车还有600米就到了，你再稍等一下啊。你还叫了车啊？谢谢。哪里？车坏了你没让我负责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把您安全送回家，我才能安心。你的工作就是代驾吗？兼职代驾。本来今天还在面包店打工的，结果一去，面包店就倒闭了。所以你现在失业了？算是吧。车到了，咱们上车吧。来，小心哦，慢点，慢点。那只手表可以监控你的心跳，但是它只是根据你的血流速模拟出来的数字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脉搏。这次车祸导致你胸腔被刺破，心脏严重受损。那个机械心脏可以给你第2次生命，但是你必须要明白，它也会给你带来你必须要承受的痛苦。它的工作噪音可能会导致你彻夜难眠。机械心脏模拟心跳的速度过高，也会使你疼痛难忍。另外，你的生活也会受到一些限制，不能运动，不能喝酒，更不能谈情说爱。别人对喜欢的人心动，那是一种幸福，但是你心动，那就会很危险。所以，你今后的日子不能有太多的喜怒哀乐。10年了，这颗心脏原本能连续工作20小时，如今只有10个小时，使用时间越来越短，充电越来越慢。博士告诉我了一切，却没有告诉我，这颗机械心脏还会多出一个新的副作用，那就是放电。心跳超过100，放电量人体已经可以感应到。110的话，可以点亮电灯，人会感觉疼痛。如果到了180，我也没试过，也许就是灾难吧。可是，是顾先生吗？你们需要代驾吧？为什么他没事呢？顾客，你在哪儿啊？我看不见你。这个蛋糕是你的吗？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祝你天快乐。哥哥。你好，我是昨天找你代驾的苏曼玲。我们公司正在招聘，你有兴趣的话，上午10点到云逸大厦18层川工作室找我。谢谢您给我机会，我会准时到达。奶奶、姑姑，我有新工作了！丈母娘，这是你将再次起飞的地方，加油！顾先生，顾先生，顾。
你的手没事吧？没事儿。那就好。大厦物业已经联系我们了，后续如果还有什么事，应该还会再联系你。是要我赔偿吗？应该是他们赔偿你才对，是大厦物业失职，没有检查好安全隐患。哦，那就好，没关系，都是小事情，大家都不容易嘛。啊，是这样啊，我们呢是给顾总招助理。看你的简历，你看你会开车啊，那很好，very good。是的，我之前很多工作都是服务行业，所以自然在服务行业中有一些心得可以在实践中验证。我不需要助理啊。其实我特长很多的，我吃苦耐劳，每天只睡4、5个小时就可以精神一整天，而且我从来不怎么生病，痛觉迟钝，小伤小痛从来不当一回事，不会因为生病受伤之类的事情耽误工作。就算我需要助理，那也应该是建筑设计师助理。我是学建筑设计的，虽然我没有毕业，但是有基础知识，还在自学中。还没毕业啊？那你好好学习，毕了业再说。我会加倍努力的，请给我一个机会。我就知道会这样。苏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是我的问题。没事儿，也怪我没跟你说清楚，我不知道你还在上学。其实我算辍学，我想赚够钱再回去读大学。那我不打扰了。哎，曼琳，昨晚没事吧？还好，昨晚是代驾小妹妹一直在照顾我，我看她人还不错，又细心，就让她来应聘顾总的助理了。顾川怎么说？顾总说他不需要助理，如果需要也是设计师助理，要他学习好专业，毕业了再来。学设计会开车，人心有戏，这太合适了。顾川想什么呢？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了。等着，祝你好运啊！小姐，您手没事吧？没事没事啊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随时联系我们。好，抱歉啊。真的是抱歉。没关系没关系。你慢点。好好好。没事没事。你慢点，你慢点。又画画呢？怎么不敲门啊？听说你扼杀了代驾小妹妹的助理梦啊！工作室的事情，你不是一向不参与吗？这个事情我要参与，这跟我有很大关系。你如果嫌我烦的话，你可以不用理我。喂，妍姐，面试怎么样啊？没选上。没选上你还笑？习惯了，再选呗。可以，这样吧，今天晚上去你们家吃饭，然后给姑姑奶奶加个餐。好，晚上见。实话跟你说吧，王凯跟苏曼琳给你找助理这个事儿呢，是我安排的。我就是想给你找一个生活助理，司机之类的。我不需要。你需要，我也需要。你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让王凯也帮你找一个。今天来的那个小女孩，就是昨天晚上送我回去的代驾，车开的还行，正好刚失业，你可以帮帮她。你帮她就是帮我。你也说了，她车开的还行，而且还是学设计的，也不算出圈。你不能总让我给你当司机啊！我每天那么忙。你很忙吗？忙死了。哦，忙着跟你那群女朋友们吃饭、逛街、打游戏是吧？你这个就叫赤裸裸的羡慕嫉妒恨。
没什么可羡慕嫉妒的，恨倒是有，但恨的不是你，我只是恨我自己为什么没早点死啊。我说错话了，你别想那么多好吗？没事儿，你说什么我都不在意。川，你整天不要老想那些有的没的，你要对人生抱有希望。你还有这个工作室，还有你爸你妈。不用说了，你说不过我的。我是说不过你，我可以烦死你。你还有大家，你还有我，你要对我负责任。我现在啊，真的非常想跟你说，滚是吧？没关系，我脸皮厚，我还就不滚了。既然你不喜欢别人看着你，那对不起，我只好牺牲我的幸福时光，亲自看着你了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行，你随便。我的书。顾老板，你也看这个？嗯。你要是喜欢就给你吧，这是店里最后一本了。行，那我拿走了。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？我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吗？您把书借我抄一下，我抄完就还给你。我抄书速度很快的。这本书啊？嗯。送给你了。那不行。如果你需要这本书去学习的话，我再买一本不就是了？那我们加一下微信吧，我把钱转给你。这个就不用了。那不行，学习的书还要自己付款比较踏实。我扫您。好好学习啊！顾老板，书都给你了，怎么还一直跟着我？我能问您个问题吗？说。您拒绝我的真正理由是什么？我不需要助理，但我需要这份工作啊。所以呢，我就必须要用你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虽然辍学了，但为了梦想还在坚持自学。现在有一个可以在设计工作室工作的机会，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。有了这份工作，我既可以赚钱养家，又可以和专业人士朝夕相处。等我攒够钱，再回去完成学业。首先啊，你的梦想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其次啊，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设计师，你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，你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回去好好学习。你说的对，但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止这一条路。初次相遇的猝不及防，而你正和嘴角在上扬，心不自主怦然着遐想，是我不正常，还是你在发光？我虽然绕了远路，但我并没有浪费时间。就算我付出的比别人多，但我相信，只要脚步不停，就能达到目的地。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需要一个您这样的领路人，给我一个机会。我们的目的地不一样，我的公司在那边。是少过了一个，哼哼。你的想法不错，但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坚持学习。如果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话，也可以申请奖学金或者助学贷款。
其实我也可以去你公司楼下坐车的。求！哎呀，喜球，这是多少钱呢？海顾，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没有啊。我看到你的心脏指数频率过高，这可不太好啊。我知道。你下周到实验室来一趟，有几个补丁需要升级。有用吗？当然，工作噪音会降低10%左右。还有呢？没有了，其他的我还在努力。那你继续努力吧。你对我是不是很不满意？我不是对你不满意，我是对我自己不满意。哦，算了，不谈这个了。你下周到实验室来做升级。我就不去了。我想利用最后的时间，尽快拿到金安奖。是那个奖项重要，还是你的生命重要？每个人对于生命的看法不同。对于顾川来说，生不如死。好了，博士，我还有事情要忙，先不跟你说了。谢谢你啊。喂，妈。哎，小川，睡了吗？马上了。哦，最近身体怎么样啊？身体挺好的。爸爸妈妈要回国办事儿，想去看看你。你有时间吗？有时间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这次去呢，我们就不打算回来了，想和你一起生活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如果你要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打算把这边房子卖了，在你周围买个房子。这样啊，妈妈就可以每天给你做好吃的，帮你打扫房间。你呢就踏踏实实的工作，闲了就跟爸爸下棋，陪妈妈聊聊天儿。这样啊，我们一家人还像以前一样生活，好不好啊？小川，你在听吗？我在听。妈，我一个人生活惯了，你们过来，我会不适应。那你也需要人照顾啊。再说了，一个人生活那么长时间，时间久了，这心理会出问题的。我很好。小川，你怎么总把我们往外推啊？到底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你可以说出来呀。妈，我说过很多遍了，你们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只是我需要个人空间而已。可是我们是一家人啊，总不能这么疏远吧？孩子，是不是妈妈哪做的不好？如果是我做的不好，我给你道歉行不行啊？道歉？道什么歉啊？咱们又不欠他的。医生，我儿子现在怎么样了？他的心脏受损严重，血压太低，情况非常危急，已经不适合做心脏移植手术了。医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！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有一个办法，或许还有机会，但是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试一试。什么办法？植入机械心脏。机械心脏？皮尔博士研发的机械心脏啊，是目前临床上唯一成熟的人造心脏产品。排异的可能性呢非常小，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呢，会有一定的副作用。
还有就是以后的维护费用会很高。只要能让我儿子活下去，什么办法我们都可以接受。好的。对不起，也许只有保持这样的距离，当我离开的时候，你们才不会那么难过吧。我已经做好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但却没有准备好跟你们道别。机械心脏是通过一个内变涡轮，将人体血液通过动力泵输送到主动脉。内部的磁场让涡轮在悬浮的状态下运行，它不会产生任何摩擦，也不会有任何的零部件磨损，使用寿命至少为10年。全球有400名患者接受过机械心脏移植手术，身体恢复状况都很好。小朋友起床啦！姑，你干嘛呀？上班第一天，姑给你准备了新衣服，哟吼！快点来吧，快快快啊！起床了。新衣服，姑姑，这衣服有点大呀。大什么大呀？今年就流行那个宽松的。这是姑姑最贵的衣服，我跟你说，平时我都不舍得穿。我跟这衣服谁年纪大？流行就是一个圈儿，我看看现在也差不多轮回来了。哎呀，小宁啊，这衣服好看，真好看。来看，真的吗？跟你姑姑一样好看。哎呦，你这小表情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是不信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年轻的时候美着呢，那是街上的一枝花，追求我的人从这里排到大上海嘞，妈。是吧？是啊，我女儿嘛，当然好看了。小宁啊，这衣服看是好看，学校让穿嘛。哎呦，老太太啊，现在是上班。你又胡说，才多大，上什么班呢？小宁，来，把这个拿到学校去，给小朋友们分分啊。谢谢奶奶。前2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70几岁的人了，一会儿精神一会儿糊涂的。行，你们说好看就是真的好看。今天就穿这套上班。
你开心吗？哎，不是努力，我去上班了。嘿嘿嘿，那你怎么又给我换了？啊，换男明星看看行不行？小宁，呀，哎，小宁，你今天这身装扮有点复古 disco。旭哥，你要不然一见面就挖苦我？哪敢我的江老板，就是觉得有点小可爱。是姑姑非让我穿她的衣服上班。上班？你找到新工作了？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我是蒋小宁。可以，现在可以，我不会迟到的，谢谢。怎么了，小宁？啊，你刚刚问我什么？我刚刚说你找到新工作了。原本没有，现在有了，而且是跟建筑设计有关，老板助理。可以啊，小宁。啊，旭哥，我要借你的车后座改造一下我的衣服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里面是送给你的礼物。又送我礼物？不可以。我刚好路过来一份。零食啊，零食可以。早上奶奶还跟我说让我跟朋友一起分享。喏。谢谢我的好朋友。第一天上班，正好我送你。司机小唐，马上就要迟到了，你还在磨蹭什么？好的，江老板，这就走。加油，小宁。旭哥，你慢点开车啊！加油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呦，姑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呦，摔着了吧？摔疼了吧？来。哎呦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实在对不起。没事，阿姨，没事啊。江小宁啊，江小宁，你真是流水的工作，铁打的倒霉啊！妍姐，行吗？我看看，可以吗？职业中一定要透露着性感，性感中又不失清纯可爱，我觉得不错啊，是吗？哦，对了，这样讲吧，这样会不会太贵重、太正式了？我昨天去看，他们穿的都非常的随意。职场法则第一条，新人第一天上班不能输。有道理。但是这个包还是还给你吧，还给你。妍姐，我要迟到了，我就先走了。你看我这布袋子就挺好的。江小宁，几点了？啊！身为助理，你怎么能来的比老板还晚呢？对不起，王总，我路上出了点状况，这是带给大家的礼物。呀，哎呀，没事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是自由、放松、随性啊，就像你这个着。呀，这衣服穿得太正式了。我想说，第一天上班不能输，所以就……哦，精神可嘉。
行了，去找顾总去吧。老板在哪儿啊？啊，我先去接叔叔阿姨，再过去也来得及。毕竟我和他们熟悉，方便一些。没想到他们直接联系了你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哪里的话，他们年纪也大了，需要有熟悉的人照顾一下。进来吧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苏小姐好。是我让他来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江小宁就是我的司机兼助理了。可是你昨天不是说……你先去忙吧。恭喜你啊，江小宁，以后好好表现。谢谢苏小姐。以后叫我曼玲姐就好。好的，曼玲姐。那我先走了。顾先生，哦不，老板。你跟其他人一样，叫我顾总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顾总。您昨天不是还拒绝我了吗？怎么还……不愿意来的话，现在走也来得及。愿意，愿意，非常愿意。那我都要做些什么呢？名义上你是我的助理，但我任何的事情都不用管。实际工作就是开开车，其余的时间待在公司就行。至于你要学什么，在不影响其他人工作的前提下，你随意安排。好的，顾总。先跟我整理一下资料，然后去度假村开会。好的。顾总，减速带，小心脚下。顾总，您车在哪儿？那辆。哦。上车啊！啊。摁一下。哦。顾总，那我们出发。好。怎么没动静啊？顾总，车坏了。这是电动的，挂一下档就可以走了。哦，好的，顾总。好好开车，往前看。红灯，顾总。我没有想偷看啊，我就是想学习一下，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么高级的项目。这样吧，一会儿的会议你也参加。真的吗？别说话就行了。谢谢顾总。小苏来了，叔叔阿姨好。哎，你好。来，阿姨把东西给我吧。谢谢啊，每次都麻烦你。不用跟我客气。顾总呢，今天正好有非常重要的会议，实在没有时间，所以让我过来了。哦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什么真的假的？这种话你就听一听就得了。他连你的电话都不接，你还真的以为他会来接你啊？叔叔，这我真得替顾总申冤了。他特意叮嘱我来接你们，酒店也是他亲自提前给你们订好的。你看，我说儿子还是惦记我们的吧。等忙完这2天，签完合同就好了。来，叔叔阿姨，我们走吧。哎，走。你好，创工作室。稍等，我帮你查一下。谢谢。顾总，一会儿需要我做什么吗？听着。您说。说什么？您不是让我听着吗？我让你好好听着，别说话。OK。先生您好，1号会议室这边请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哎，女司机，
顾总，这位也是你们公司的？我想起来了，我们之前见过。大白天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我们这儿可不需要代驾。出去！他是我的助理，今天刚刚入职。刚刚入职，巧合，还是之前设计好的？一会儿是代驾司机，转眼就变成了公司员工。顾总不愧是设计公司呀，设计得很巧妙。何总，真不是这样，我可以慢慢跟你解释。就算你是他助理，我信了。那么说那天晚上他说自己是代驾司机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故意设局算计我？顾总，这就是贵公司和我们合作的诚意吗？那天我是代驾，今天才刚入职公司。就因为那天晚上的事儿立了功，所以入职公司。都说川工作室非常专业，一个代驾司机都能混进来做首席设计师的贴身助理，滑稽到无可救药。看来这个项目我们不能信任。顾总，要不然我去车上等您吧。不用，你还要做会议记录呢。一个代驾都会做会议记录了，还是不是个局啊？何星，哎呦，秦总。顾川你好，终于见到你了。你好，秦总。走，开始吧。好，请。我们采用了国内非常罕见的集装箱式酒店。提到集装箱，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？颜色、形状或者用途。我们将一个个集装箱放在山上，在保证隐私的前提下，用户可以在里面360度欣赏到不同的风景。在这样一座远离市区的山上，如果这个酒店可以成为一个地标式建筑的话，那这个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。我们可以再看一看这张摄图。第一天上班就能跟顾总参加这么重要的体验会，还见识到这么棒的设计，酱娘儿，你开始转运了。真的是跟对人了，顾总，你刚刚超厉害，我都看呆了。会议记录都记好了没有啊？记了。顾总，还有一些我没听明白，你能再给我解释一下吗？我想整理一下。我没那么多时间给你解释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得罪了何生？就是上次你们去喝酒，曼玲姐喝多了去洗手间，然后说重点。重点就是何总想侵犯曼玲姐，但是被我制止了，没有得逞。他不会因为这个想报复我们，把我们踢出局吧？你想多了。哦，顾总，你刚才在会议上说了那么多话，渴了吧？我去帮你买瓶水。随便。你等我一下啊。快一点的，顾总都说没有时间了，你就别耽误了。快！还在呢。何总，慌什么呀？没有，麻烦你把手机还给我，谢谢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之前就是他们公司的人是吧？故意坏我好事，串通好耍我是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刚入职，我都不知道做了什么惹你不高兴了。我告诉你，最好实话实说啊。你们的提案能不能过，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。何总，我们公司的方案真的很好。方案好又怎么样？我可以让它完全变得不好。你怎么能这样啊？不是我怎么这样，是你们怎么这样？这个项目这么大利润，大家都是坐在桌子上分蛋糕吃的，凭什么你们吃饱了，我饿着呢？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。如果是我个人得罪你了，我跟您道歉，千万别影响公司项目。何总，您喝口水消消气。您要吃什么？我请您。前2天晚上你坏了我的好事，既然你说你负责，也可以。我不管你是代驾还是顾川的小助理，只要你让我高兴，我就帮你一把。何总，怎么样您才能高兴呢？这么纯情啊！我真的听不懂您在说什么。
顾总在车上等我，我先走了。看不起我是吧？何总，哎，你这是想干什么？顾总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你看见了吧？你的女助理拿水泼我，你应该问她想干什么。不是这样的，是何总他要我要什么？你不会说我要强奸你吧？你刚刚说什么？说我看上了你这个女助理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小宁，打电话报警，这儿有监控，无论是谁的问题，一查监控就知道怎么回事。我手机被他抢走了。顾总，没必要，我就是找你的女助理聊聊代驾设计的事儿。设计的事儿，找我聊就行了，不用找我的女员工。好，明白。道歉。对不起，顾总。不是跟我道歉，跟我的女助理道歉。对不起，江助理。算了吧，顾总，没有什么大事，算了吧。什么态度？顾总，别把事情闹大，算了吧。行，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咱们就公安局见了，啊。顾川，把车钥匙给我，我来开吧。老板，您慢点开，千万别超速了。我一直以为您是不会开车，才会找我给您开车的。我只是不经常开车而已。你刚刚为什么不早点大声喊我？我刚刚也被吓到了。以后见到他就大声喊人，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。我知道了，谢谢顾总。老板，您别生气了，我一定会记住你的话。以后再遇到他这样的，我就第一时间打给你，然后大声喊人。老板，怎么了？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梦想中的工作，还遇到了您这么优秀的老板。我今天听您在讲方案的时候，我特别激动，觉得您在闪闪发光。我就在想啊，遇到您就是我好运气的开始，能在这样的公司上班，就可以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。这不就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吗？那如果因为何生今天的体验过不了呢？大家付出了那么久的心血，不想因为我毁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怕你凭借一己之力毁了公司啊？你真的想太多了。我刚才一路上都在想啊，我第一天上班就惹出这么大的麻烦，我害怕你开除我。我好不容易找到喜欢的工作，其实吧，我从小到大都特别倒霉，很多事情吧，他不怪我，但是大家都怪我，我也就习惯了。不过说完了吗？哦，说完了。我情绪一激动就容易话多。说完了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哦，顾总，您等一下，您等我一下啊，我马上。
顾总，送您的什么东西啊？礼物。啊，您回家再打开。顾总，祝您健康快乐。顾总再见，顾总您就是我的偶像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真的说完了？说完了。顾总再见，拜拜，顾总。顾总您最帅，您就是我的偶像，老板。我今天听您在讲方案的时候，我特别激动，觉得您在闪闪发光。帅，就是帅，太帅，一个字，帅，就是帅。不是跟我道歉，跟我的女助理道歉。就一个字，帅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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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。就一个字，帅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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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咋回事啊，思春呐？素质这么差的吗？跑这么快，怕我追你？想什么呢，小哥哥？酒都开一打了。别着急，小姐姐，去我的局，色狼杀，有水有酒，还有我。哎。顾总早。早啊。麦琳姐说你口味清淡，所以我特意给你熬了燕麦粥。虽然手艺一般，但是您一定要吃啊！为偶像做早餐，您不吃多伤粉丝的心呐！以后不准叫偶像了，否则开除啊！哦，记住了。但是早饭你一定要吃啊，不吃对身体不好。行，开车吧。
吃过早餐了？你让江小宁做的。哦，对了，妮卡在这边有个设计展览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她，我还挺喜欢她的。在国外的时候，我跟许承然去看过她的展。嗯，今天他本人会到场，徐总给了我2张票，还想问你要不要一起去。可以啊，把江小宁也叫上，她挺想学习的。那只有2张票呢？没关系啊，我跟许承然再要1张就是了，不难。好，那我等你下班。好。真的是给我的？嗯，给你的。你不是喜欢学习吗？这可是好机会啊！我从来没有看过展览，我都是在网上看的，没有看过这种，太幸福了，谢谢。你幸福的点也太低了吧？我们公司福利好着呢。仙女下凡精准扶贫，被我撞个正着。那下班等你，顾总也一起。好的。809接个电话。好。喂，你好。是江小宁吗？你赶快来一趟医院，你们家有人住院了。还愣着干嘛呀？快准备茶水啊！客户一会儿就到了。曼玲姐，一会儿拿完我想请假，今天工资我可以不要。怎么了？出什么急事吗？啊，家里有点事。没事，你去吧。我跟秦红说一声，不记你的考勤。谢谢。快去吧。抢救室在什么地方？那边，谢谢啊。唐总，不用这么见外，加班了啊！我刚处理点文件。看起来最近很忙，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没啊，挺好的。你是小宁的闺蜜，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说。谢谢你，我 OK 的。哦。你的手机响了。啊。小宁，妍姐，姑姑出事了，现在在医院抢救。你慢点，姑姑怎么了？她还在抢救，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呢。你别急，在哪个医院？你告诉我，现在马上过去找你。你别过来了，我打电话给你，是想让你帮我照看奶奶，她最近总犯糊涂。她自己在家，我不放心。那你一个人能行吗？我没事儿。你放心啊，姑姑一定没事的。奶奶交给我，我帮你照顾。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好，谢谢妍姐。什么情况？姑姑住院了，我现在要去照顾奶奶。这样，我先送你去奶奶家，然后去医院找小宁。嗯。陆总，我们走吧，怕路上堵车。江小宁呢？不知道啊，把票给他之后就没见过他。你没安排他什么事儿吗？没有啊。可能是他不想去，不好意思说，又或者是回家换了件衣服。我们先去吧。给他打电话。医生，我姑姑她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事了，
他是由于脑部撞击造成了短暂昏迷，但是还不排除有脑震荡的可能。等我们核磁共振检查出来，才能知道结果。他是怎么受伤的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了，是路人打的120急救电话。谢谢医生。没事。喂，曼玲姐。在哪呢？顾总，我还在外面。今天可能不看诊了。对不起啊，顾总。有什么事儿比看诊还重要？没什么，我自己的私事儿。你一直说的梦想和目标呢？顾总，您说的对。对不起啊，可能让您失望了，希望您谅解。交给家属啊，在这签字。医药费必须得交上了啊，今天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张小宁啊，你在哪呢？江小宁，顾总，麦玲姐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姑姑出了个小车祸，幸好路人及时送到医院。顾总，对不起啊，我就是觉得自己有点倒霉，这么好的机会都错过了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人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医生说只需要住几天院。司马林，你去把费用结一下，我让财务转给你。好。不用了，顾总，我才刚入职，你们能来医院，我已经很感动了。如果再让你们帮我付医药费，我连觉都睡不着了。这笔钱是公司借给你的，等一切都好了，你还是要回到工作室，更加努力的工作才行。每个月的工资都会扣一部分，这个不是公司给你的特殊待遇。这点钱就不用麻烦你了。小宁，我把赵岩送过去照顾奶奶了，姑姑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碍。那就好。顾总，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唐旭，旭哥，这个是我的老板顾总。谢谢你对小宁的照顾，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。小宁，我带你去交费吧。放心吧，小宁，我就是想让你没有太多的压力，等你以后挣大钱了再给我。旭哥，我用了你的钱才会有压力的。我已经想好了，顾总，我要还利息吗？不用。这点钱没必要说的像是个救世主吧？旭哥啊，你想多了，顾总人很好的，我一时半会儿凑不到那么多钱，可以先跟公司借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过，如果你以后要离开公司的话，必须把这笔钱补齐，补齐之后才能离开公司。那也就是说，顾总也不能轻易开除我了。谢谢顾总，我去给你打欠条。小宁，你何必呢？感觉他在施舍你。真要从他工资里扣啊？那不然呢？从你工资里扣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感觉你对江小宁好像有些不同。有吗？之前没有员工有这样的先例啊。我只是希望每一个人的家里都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所有人都可以健康、快乐。你说的对，我很惊讶，你之前从来不会说这样的话。
就算是做过了，也不会说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江小宁说的。你好像说起他，也会说很多话。看展也是，你也带上他了。小川，我在你家门口呢。我今天有新的礼物要送给你。我现在就回去。哦。虽然表情很惊愕，但是数值是正常的，说明你对惊吓已经习惯了。你每次来都这样，我是真习惯了。我习惯到对你都没有条件反射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的一小步就是你的一大步。开门。姑姑，醒啦！小宁，姑姑又闯祸了。你说你好不容易赚一点钱，又给我折腾完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些呢？你人没事就好。你吓死我了，我生怕你出什么事儿。不要乱动。哎呀，都是我自己不小心。我就看天气挺好的，想给奶奶拿药，我就骑着你那个小电驴就出去了，没想到那腰突然就不能动了，就撞树上去了。你赶紧回去看看，那车还能修，弄坏了怎么办？小宁啊，姑姑是不是飞了？没有没有。我是不是毁容了？是不是嫁不掉了？你没有毁容，也可以嫁掉。都伤成什么样了，还说让我难受的话？你就好好休息，好好养病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什么都没有你跟奶奶重要，知道吗？感觉怎么样了？疼。好了好了啊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任何事情都有我呢。